今天的题目就是在这只有几个小颗粒的墙上，向前延伸出一条巨大的砖块桥以及一座大城堡。物理满分的同学一听就知道这是一道结构支撑的难题，因此桥最长的直接通关总决赛。白人兄弟最开始去参加乐高比赛就是以搭城堡出名的，悬崖是灰色的，所以他们的城堡采用了白色做对比。悬崖旁边坐落着一座宝石矿城堡，偷到宝石的人冲出大门，但身后巨龙的獠牙也跟上了他们。巨龙必须在宝石被海面上的盗贼接应前抢回宝石，整体上得到了评委的认可，但女评委也提出了一个能再让他们作品冲一层台阶的建议。 This dragon, the first thing I think is wings. If you just had a little hint of those wings bursting out of the castle, you could have had an even more dramatic story moment. 比赛时，他们旁边就是华谊兄弟。 They could easily be the longest one out. I do know that they struggle with aesthetics, but they'll never beat us when it comes to sheer structural strength. 大的技术模型上，华谊兄弟有绝对优势。他们准备以中国传统建筑为参考，做一座通向天堂的东方城堡。兄弟俩以最长为目标，想要借此直冲总决赛。于是大家纷纷拿出尺子来测量彼此的长度。看到这，我才注意到全场只有他们的建筑是在桥中间的，其他选手都是倚靠后方墙壁支撑点，这无形中是将承重难度翻了个倍。 We always want to go out strong. By that same token, now what is the story specifically we're trying to tell? 其实这个作品是弟弟为了纪念因癌症离世的摩托车朋友而创作的。 He rode off into the sunset before me. 仔细看悬崖的旁边，他们还有几个支撑点没有用，确实是炫技的一种了。虽然故事上关联度不够大，但最后因为他们技术过硬，以最长的一组成绩直接保送进了下一期总决赛。 The most terrifying part about this challenge is that our bridge could fall over. So why not make a bridge that's falling over? 双胞胎的创意相当冒险，渔夫在桥边钓到了一条巨大的鱼，重量压弯了整座桥。创意很硬，但末端过重，也给他们的模型压出了一条大隐患。海边的神殿中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武大赛，与此同时，悬崖边的一个渔夫正在钓鱼，巨大的鱼咬住了钩，重量让整个城堡处在要崩塌的边缘。一瞬间的定格，给故事留下了360度的悬念。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Sir Bob finally going to get the win? Is the whole thing going to come crashing down? Will that guy catch that fish and will it taste good? 视觉上，他们赢在城堡采用了黄棕、淡绿3种和平宁静的临近色，童话感一下就出来了。用摇摇欲坠的悬崖带出一系列的故事，基本集齐了3个评判标准：美学、故事、技巧的满分要素。但物理不好的选手，就像妈妈组，在这一集就吃了大亏。他们准备做一个卡纸城堡，熊孩子在搬家的纸箱中创造自己的世界。他们这一集技术完全脱节了创意，搭建成的纸箱更像鸟窝，长度上也基本无缘总决赛。他们的作品也让人重新意识到这一集的难度。最后进入总决赛的是3个亲兄弟组合，他们刚好擅长3个不同领域：华裔的机械工程、双胞胎的创意设计、白人兄弟的美观与故事。下一集终极挑战。众所周知，乐高的街景是静态的，而乐高电机可以让砖块进行各种难度的运动。今天的街区大改造就是要选手们在街景中加入电机。白人兄弟组先给节目组准备的草稿屋拆了个干净，他们准备拼一个鬼屋，里面住着各种传说中的鬼怪。比赛还剩7个小时时，节目组拿来了4个盒子。 Each team will come up here and grab a box. 选手们无论抽到什么都要融入作品中。白人兄弟俩抽到了一大堆杯子零件 ，NPU 的意思就是零件妙用，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杯子不能够真的作为杯子来用。 So we can talk about your build. We built a haunted house. 德古拉搬进了小镇中，一看整栋楼都是忠实的雷蛇用户。鬼怪们在屋里一刻不停的蹦迪吵闹，引起了邻居的不满。他们把马克杯做成了栅栏，以及食人花的牙齿，整个屋子的动效也非常丰富。双胞胎小时候在威斯康星州长大，因此他们准备做一个滑雪度假村。开盲盒环节，他们不幸拿到了一大堆蛇。 You chose the worst one. 为了这些小蛇，他们临时加盖了一座火山，将蛇变成了岩浆。度假村盖在火山旁边，火山还会喷蛇。你们在这儿拍死神来了吗？他们把动态放在了缆车轨道和大滑雪板上，但轨道因为难度原因没有加上缆车和人仔。如果后面选手不够拉胯的话，他们这期很可能要凉。华裔组最擅长动力组。 他们打算造一个小猪形状的飞屋，在4个盲盒中，本来应该给前边盖滑雪度假村的双胞胎抽到的滑雪板，被他们拿到了。零件妙用意味着他们的滑雪板除了当做滑雪板，可以用到任何地方。 Oh my God, Zach, what have you? 这一期基本做定了，他们就是审美，跟不上技术。兄弟俩选择了用不好就会很土味的粉蓝配色，连主持人都发出了灵魂拷问 Are you really hoping that this build is going to bring home the bacon?
他们把拿到的滑雪板放在了翅膀上做羽毛，但这个猪的搭建其实脸挡住还能看。展示阶段，他们靠着硬核的机械挽回了一些印象分，带动巨大模型的旋转底板，10个动态翅膀，加上顶部的小风车，动态分疯狂溢出。总体来说就是很强很难看。妈妈组准备将房子变成一个大型马戏团，他们抽到的是比较好发挥的零件，但机械对于身为设计师的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一直到展示前都差点白给了节目效果。小丑在马戏团中举办了盛大的派对，邀请附近的居民前来参加。他们将抽到的零件做成了棉花糖自助，色彩搭配在设计师手里从不会出错。不幸的是，运动上他们只呈现了一种圆周运动。幸运的是，因为节目组要凑集数，所以这期没有淘汰人，最后的冠军给到了白人兄弟组的鬼屋。下一期 I'm gonna cry if it falls. 是一场必须有医护人员在场才能进行的乐高比赛。想必大家见过很多离谱的帽子，这些帽子大多数都是走秀产物。本期主题就是用乐高设计出在 T 台走秀时的帽子，而且选手戴上展示的时候，双手必须脱离模型5秒。10来斤的砖块考验脖子和头发的时候到了。双胞胎组要拼一个巨大的厨师帽子，这个体积看着就头疼。是真头疼啊！为了能脱颖而出，他们还要在帽子里加沉重的电机，让顶上的食物动起来。所以各种 debuff 叠加之下，最后的成品变成了这样。 Jacob from the team of Caleb and Jacob, with all the delicious treats. And there's even the chef on the top. The icing on the cake. 看给小哥脖子都压前倾了。接下来，弟弟度过了人生中漫长的5秒。Wobble. Wow. 兄弟俩拿到的是本命年套装，他们根据红色设想做一只凤凰，在帽子中心的火焰起飞。 She is full of attitude. She's now got to do the 5 seconds of posing without her hands. Can she pull it off? Come on, Lauren, you got this. 得益于妹妹的颜值和身材，整体效果起飞，平衡性也过关了。夫妻组做的是天体帽，是全场唯一有灯饰零件的帽子，云朵中沉睡着月亮，可惜舞台灯光太亮了，发光砖显得不那么明显。镜头来到华裔组这边，这次时尚帽子对他们2个理工科很不友好，就连拿到的颜色也 green。兄弟俩喜欢射箭，于是做了一顶带有羽毛的罗宾汉帽子。 Not supporting the hat the entire walk. Time for the pose. Here we go. The Archer. 他们的走秀完全不用手扶着这一点，已经打败比赛了。帽子和弓箭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只红果脆嘴。哦，不是，是红嘴翠鸟。但这一组可能不是最绝的，因为还有组更贴题的。年轻的妈妈组刚好是时尚设计师出身，他们准备做一个2边不对称的大羽毛礼帽。不对称还能保持平衡吗？更离谱的是，他们也决定在帽子里加电机，让顶部的羽毛转起来。不过一加上前面的头纱，画风一整个高级住了。 Here comes Michelle. Capital F. The hat is spinning. Can you even tell that's Lego? Kind of like a 20s look. It's next level, right? 即使是华裔组的朱玉在前，依旧被妈妈组的这顶帽子惊艳到了，简直高定感十足。印度工程师组有拼头套的经验，他们继承了玩蛇的种族优势，准备做一个户外探险家的帽子，上面盘绕着一只蛇。然而后台准备的时候，印度工程师的笑容突然消失，关键时刻帽子模型断了。How am I going to do 5 seconds with it? This thing may fall apart on the way down. 但是大哥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 T 台。 They took some real risks here. It will pay off. 明明创意挺厉害的，可惜做的太高太细了。中年妈妈的灵感来源于曾祖母的一张照片，走动的时候羽毛弹跳的效果配合妈妈的气质。黑人组做的是一个埃及风帽子，成品基本以堆砖为主，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白人兄弟这个完全超乎意料，他们计划做的是海盗帽，做完让有胡子的小哥戴，看着更像海盗。他们和其他组的设计都截然不同，两侧用对撞色做了不同的画，一面是月亮和海豚，另一面是太阳和海龟。 And look on the other side. Now he's showing us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Incredible. Those turtles. Oh, that wobble, that wobble. Oh, you can feel it. 教师 DJ 组做的是一个狂欢节头饰，然而他们这一根羽毛有3个头那么大，夸张的赶上粉红女郎的桌子婚纱了。直到做完上台前，他们才意识到这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Incredible. check out the silhouette. Wow, that's a wild. Can he strike the pose? 这顶帽子大到必须用手扶着。 Can they pull off the 5-second pose? 小哥一松手，差点带走评委。
可惜最后还是碎了一地。最后砸地上的2组排名垫底，运动工程师组因为帽子在上场前就碎掉了，遗憾成为了被淘汰的队伍。下一期悬浮建筑。